贺元云命悬一线，险遭击杀。幸亏萧炎及时出现，挡下了关键的一击。书接上回，大约过了半日时间，在万象天宫内，吴万龙和夏天清等人终于结束了他们的讨论，陆续朝着殿外走去。吴万龙和夏天清领头走在队伍前方。数百年前那场意外，感谢你的救命之恩。临近大殿门口时，一道声音传进了吴万龙耳中：“别提了，老头子救个小姑娘不过是举手之劳。”吴万龙听罢轻笑着回应：“什么老头子救小姑娘？我和你年纪差不多，要不我变老一些。”夏天清反驳道。就在此时，他们前方的万象广场上空间突然扭曲起来，两道身影从中显现。那个贺元云离开了吗？吴万龙看到现身的萧炎和彩铃，注意到贺元云不在他们身边，便好奇地问道：“晚辈萧炎，有件事情想请教各位前辈。”萧炎对着吴万龙等人说道。闻言，一位长老出声道：“我们这才刚从殿内走出来，难道又要回去吗？”这位长老的话一出，周围的其他长老也用疑惑的眼神看着萧炎，但吴万龙和夏天清看着萧炎脸上的凝重之色，也是不由得眉头紧蹙起来。片刻后，夏天清向身后的众人挥了挥手，返回殿内继续讨论。在一处无名大路上，那已离开萧炎等人的贺元云却没想到被堵截在这，而堵截他之人正是那神虚宫的公主庄元子。哈哈，小小神虚宫也敢觊觎太古神脉，真是可惜啊！仅靠一位天至尊，要想阻我离去似乎不太可能。贺元云的大笑声此时在天地间回荡而起，在他前方那巨大的天坑之上，悬浮着的庄元子脸上涌现一股狰狞之色。既然一位天至尊尚不足以制止你的话，那么两位天至尊又会如何呢？随着庄元子的话音落下，只见在其身后不远处，一位身穿黄袍的中年人影在那扭曲的空间中缓缓显现。上古天地门的掌门穆恒天，好啊，你们居然联合起来对抗我太古神族！见到那浮现的身影，贺元云沉声道：“看来你的真正目标并非是与你有旧怨的五万龙，而是我呀。不过我很好奇，你们是怎么鼓起勇气来对付一个上古通天蟒族12圣子的？”但就在贺元云话音落下的瞬间，另一道让他顿时一惊的声音突然在另一侧天边响起：“区区上古天地门也敢染指我太古神族的事物，真是不知死活！”淡淡的声音从前方传来，随着空间的扭曲，一道身着棕色外衣的年轻人从中显现。年轻人的头上没有一根头发，正是这名年轻人的出现，让得不远处的贺元云彻底惊骇下来。一道难以置信的声音在天地间回荡：“第4圣子通丹，原来想要那太古神脉的竟然是你！没错，虽然只是1/10，但这太古神脉足以让我在几十年内达到天至尊的层次，并在未来的圣子争夺中胜出。把这东西放在你手上实在是太浪费了。”通丹的现身以及贺元云之前的话语，使得庄元子瞳孔急剧收缩，而穆恒天面对通丹则表现出极大的敬畏。难怪穆恒天对贺元云的情况如此了如指掌，原来背后还有更高层次的圣子在支持。庄元子这才意识到，自己已被卷入了太古神族内部的圣子之争。堂堂4圣子，竟然为了太古神脉而与外部势力勾结，这番手段若是传到族内，不知会引发多大的轰动。贺元云屹立半空说道。此刻他背后是神虚宫的庄元子，面前则是上古天地门的穆恒天，以及策划了一切的第4圣子通丹。虽然不知道你怎么将那太古神脉的一部分占为己有，但既然能进入你体内，那么就意味着也能进入我的体内。通丹目光锁定着贺元云，轻蔑一笑。听到通丹的话，贺元云目光一凝，随即瞬间将体内灵力催动到了极致，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对着远方天际暴掠而去。看到这一幕，通丹的嘴角却勾起一抹冷笑。就在贺元云刚刚冲出数千丈的距离时，他的前方空间突然响起一阵嗡鸣，随即一道身着红衣的身影从那扭曲的空间中浮现，挡在了贺元云的去路前。第12圣子炎耀。贺元云目睹那红衣人影，惊异的声音从他口中溢出，他未料到通丹竟会带来另一位圣子助阵。嘿嘿，贺老兄，听说你最近消失了一段时间，原来是出来玩来了。名为炎耀的红衣青年挡在贺元云的面前，双臂交叉置于胸前，笑道。见到情势的不妙，贺元云也是不再有任何的犹豫，彻底催动了体内的灵力，他的身体迅速膨胀，瞬间变化为了一条长达数万丈、满身暗金鳞片的巨大天蟒，释放本体乃是灵兽甚至神兽的拼命手段之一。这也说明了贺元云被逼到了如何的绝境。只不过他也明白，即使化身为本体，在2位天至尊和2大圣子的围堵下，胜算几乎为零。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逃跑。一声咆哮从贺元云口中爆发，只见他的巨大身影冲向高空。见到这一幕，不远处的庄元子和穆恒天对视一眼，紧接着两人顿时释放出一股强大气息，笼罩了近百万里的天地。整个天地仿佛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牢笼，一切尽在掌控之中。在天空中，那巨大的上古通天蟒被完全定住，贺元云也只能怒视着下方的4道身影。就在此时，通丹身形猛地冲天而起，瞬间便出现在了贺元云面前。他的手掌缓缓伸出，直接朝着后者拍了下去。巨大的力量直接将贺元云震飞，最终坠落在了下方地面上，形成了一处深达数万丈的巨大深坑。在那深坑中心，通天巨蟒的身形已是消失而去，只有一道满身鲜血的狼狈身影躺在其中。交出你的太古神脉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通丹在空中冷漠地俯视贺元云说道。想要就自己来拿。贺元云躺在坑中仰望着通丹，依旧挤出一丝笑容。找死！通丹听到这话后也是有些震怒，他的视线迅速转向天边的另一道身影，喝道。炎耀！炎耀闻言身形一闪，
迅速朝着巨坑中的贺元云冲去，伴随一股灰色的火焰从他体内涌出，顿时化作了一只巨大的灰色火掌，朝贺元云猛地轰去。就在那灰色火焰巨掌即将击中后者之际，只听一道嗡鸣声在那巨坑中响起，巨坑内空间扭曲，一道巨大的空间裂缝猛然被撕裂而开。突然，一道黑衣身影以惊人的速度从裂缝中冲出，绚丽多彩的光芒自那道黑衣身影的体内席卷而开，化作一道细小的光斑与那灰色火掌猛烈碰撞。见状，炎耀的瞳孔急剧收缩，只见在那微小光斑之下，一条条裂纹迅速在火掌上蔓延，紧接着火掌便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轰然破碎而去。是谁？突如其来的变故让的炎耀都是一声厉喝，随着爆炸的烟尘缓缓消散，一道黑袍青年的身影出现在了众人眼前。黑袍青年将视线投向炎耀，淡淡的话语在天地间传荡而开：炎帝，萧炎，